政府打算推柠檬法，旧车报废给津贴 ，EV 免税的 honeymoon 正式结束。没错，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谈一谈2026年我们的财政预算案。我们先说第一个，其实蛮多朋友很在意的，所谓 Lemon Law 柠檬法，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OK， 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把外国的所谓柠檬法案带进来马来西亚，保护消费者。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呢？外国把车况糟糕的车子称之为柠檬车 （Lemon Car）， 之后就严重到品质低劣、一直出问题的这些车辆。当买到状况不佳新车的时候，很多消费者其实投诉无门哦。这个时候就是所谓 Lemon Law 柠檬法出招的时候了。这个柠檬法主要就是为保护消费者而出现的，在新车合理期限或者保修期限内出现重大故障，无法维修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消费者有权利更换新车或者退还该车款。目前参考其他国家的法案来看，这个保护消费者的这个新车的法案呢，其实主要是针对新车的市场，而不是针对二手车的市场。所以它主要的目的，第一，车厂必须更注重他们的售后服务；第二，把车况品质提升上来；第三，保护消费者的应有法律保障。那这件事对本地消费者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常常讲买 Toyota 买日系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品质保障，可以让你高枕无忧。柠檬法案正式生效的话，对于消费者而言，甚至我觉得对于整个本地汽车市场而言，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车厂就要更加在意他们的品质管理。第二点就是要更加的在意他们的售后服务。第一，你的车不像以前这样子你随便出问题，随便抛锚，你要放在维修中心几个月，你投诉无门。这一个柠檬法案如果开跑，消费者就有一个管道，针对这样子的个案提出投诉、提出申诉。那车厂今天因为它是法律规范它不得不采取行动。所以这件事不管对于车厂来说，不管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因为其实我听到很多汽车公司，他们不是不想去提升他们的售后服务，而是有些 dealer、有些 service center， 他们就喜欢把东西拖在那边、摆在那边、放在那边。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有法律规范的话，第一，它保障消费者有管道可以申诉；第二，它让汽车公司可以更好的去监督他手下的 service center。service center 不是每个都照着 SOP 走的嘛？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有法律控制的话，我个人会期望看到的是 service center 把他们的服务品质提升上来，给消费者更好的一个服务水平。再来就是很多人讲说，现在很多新车品质不佳状况频繁。这个是财政预算案而已它会不会真的详细落实？落实之后有多少空间要改进，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东西有被提出来，表示这个东西未来有机会可以彻底被落实，那肯定是一件好事。很多人讲，马来西亚没有 Lemon Law 保护，我们的 group 里面其实经常在讨论这件事情。那 OK， 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有进展，我觉得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系到我们车友们的，就是电动车再也不享有这个免税的 honeymoon 了目前的财政预算案是说，2026年1月1日起，不再减免 CBU 进口车的 excise duty。大家要知道一件事，马来西亚的新车的税务结构上，excise duty 扮演了一个举足非常重的一个角色。很多人讲马来西亚的新车税务高达300%，其实讲这的就是所谓的 excise duty。那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所有的电动进口车都是免 excise duty 的今天终于这个 excise duty在1月1日起正式生效，目前的财政预算案啦。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才10月中，事情会不会在11月底、12月底发生变动？这个我们不好说。2026年1月1号开始，这个免税政策将会被拿掉，所以以后电动车进口是有 excise duty 的。
不管你是进口，不管你是本地组装，看你的这个组装的成分比例，你的本地人工啊，你的本地零配件使用的比例，来加入你的 excise duty 里面。那据说只要你是本地组装，就可以免 excise duty。至于什么时候本地组装会落实 excise duty， 目前还不知道。那肯定进口是没有这个优惠了如果没有算错的话，没有豁免的话，目前电动车进口车售价预计会提升30到40%。如果是100千的车子，会可能变130千、140千、150千变190千到200千，180千可能变250千到260千。那你再加上其他的路税呀、import duty 呀、销售税这些，价钱就是节节攀升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已经注意到，已经有非常多汽车公司针对他们的电动车，陆陆续续寄出非常吸引人的优惠。为什么？因为1月1号起就没有免税了所以新车会变得非常难卖。因为你这个课税，你不只是课消费者，你会课到汽车公司，所以他们尽可能都会在1月1日前能清就清。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清完了货之后，会留在马来西亚的汽车公司会不会减少呢？这点我们就暂时保留，我们日后观察再来，我们刚刚说的嘛 ，CKD 的纯电动车型将会有税务豁免优惠，保留到2027年12月31日，所以表示2028年之前 CKD 的车子你还可以浑水摸鱼一下。什么叫浑水摸鱼？哇，这个其实有一点敏感，这个课题就是你本地组装的比例是多少，你用的本地零件是多少，你的组装的这个过程参与度是多少，其实都会算在 excise duty 里面。只是我们政府这几年算的比较随便一点那针对电动车，他也讲说2028年之前我不会跟你算，所以表示2028年开始会详细针对本地组装的电动车去audit 啦，去看你的这个本地组装的比例，你用的本地零件是多少。目前我们本地组装的电动车到底有几家？我们目前知道 Proton EMAS 的厂刚刚盖好嘛，机器进来了。Perodot 的也是准备要开跑了，确定近期会发布。再来就是比亚迪也宣布了，将会在马来西亚投资设厂。组装电动车还是组装这个插电式油电混合车，这个我们有待观察。还有就是 Volvo 应该也会本地组装，还有就是 Mercedes 跟 BMW 都有本地组装的空间。所以这几家是目前2026年开始可能都还拿得到红利的。其他的汽车公司呢？一样，我们日后观察再来第三个非常多朋友在意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车辆报废奖励计划 （Vehicle Scrapping Incentive）。简单来说，今天我们政府在财政预算案提了这件事情嘛，但是其实非常详细的细节到底有没有规划出来呢？他只是提出了一个东西，然后他提到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最高奖励金额达到4000块钱。其实我们讲回这个车辆报废计划，其实政府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嘛，可能20年以上的旧车，20年、30年以上的旧车，政府鼓励报销。今天我们政府讲的是，有影响到这个驾驶的效能、安全性跟这个燃油效益啦。其实他这样讲，某程度上是没有错的。那以前的政府给的这个机制是讲呢，如果你有一辆很旧要报废的车子了，然后你去买一辆国产车好像是 Proton 而已那政府就会补贴你3000块，然后把你的车子拿去报销，拿去收废铁。今天这个比较不一样是什么？今天它这个报废奖励计划是什么？如果你去买国产车，包括 Proton 跟 Perodot 的新车，把你家里很旧车龄超过20年的旧车，就是 trade in。刚才讲这辆车是要报废的，假设这样子啦，因为详情没有出来嘛。那今天政府讲说，它最多补贴你4000块 ，OK？ 那表示说，如果今天车行估你这辆20年的车，它的价钱是1000块，政府就给你1000块，因为
政府讲最高4000嘛，所以不会超过4000，但是也不一定会到4000。所以今天车行估你的车1000块，政府再补你多1000块 ，OK？ 那如果车行给你4000，政府就给你4000。那如果今天车行估你高，车行讲你的车其实才值6000块，今天政府也会只给你4000块，因为最高是4000。车行如果估你低，政府就给你低。如果车行估你刚刚好4000，政府就给你4000。如果车行估你超过4000，政府也最多只会给你4000。我们那天群组里面有在讨论啊，他们就提到我们 group 里面的2辆，我们公司里面的2辆旧车，一辆是我的 V8， 我的 V8 才10出年，其实行情还有诶。我问了我的 V8， 价钱还跑到8、9千，还卖得到。OK， 所以我如果要拿去刹车，肯定是亏钱的，因为其实也不一定会亏钱呐。没有，拿去刹车是不行的，因为它还没有到20年的年份。现在政府鼓励的是20年以上嘛，但是如果你讲的是那辆可丽萨的话啊，那辆可能有一点小尴尬了哦。如果车行估那辆，因为你要拿去报废，其实车行也不会估太高了。现在报废可以做什么？把零件拆下来刹车用。OK， 这是一个方法。第二就是拿去收废铁。我们估那辆格丽萨，如果假设车行估它5000块，然后政府再加4000块，好像可以哈，去买一辆全新的阿西亚梅诺，20多千，这样听起来好像所以可是我们再讲一次，我们买那辆可丽萨不是为了便宜好用，为了情节，为了喜欢可丽萨。但是如果你家有一些很旧的车子啊，真的已经是 value 很低的话，你去估个可能3、4千，你的刹车还拿得出零件来，然后政府再给你多4000块，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不错的 deal 啦。那再提醒一下它这个报废的奖励计划只提供给买 Proton 新车跟买 Barodo 新车的车主哦。那如果你想要买其他的车子，或者你单纯想要报废是不行的 ，OK？ 再来这个预算案还有什么影响我们车友们的一些资讯呢？第一点，公路维修这个马来西亚路大家懂的都懂啦，永远都修不完的哈。政府预计耗资25亿修复或提升联邦公路，耗资56亿修复或提升洲际公路。再来，避免重蹈覆辙过去惨重的大道事故。最近这件事情真的蛮严重的。你看，我们有罗里撞收费站，前阵子又有垃圾车撞收费站，所以把重型车辆的驾驶跟车况都密切的监督，似乎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路上的lousy driver 垃圾 driver 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好处啦。我觉得对于交通安全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要加强的。再来，其中的预算也包括路面的升级、安装路灯、车祸黑区的围栏之类的，都要去加强。OK， 再来另外一个大家最喜欢的啦，大道收费，屠妖节2天半价。OK， 我觉得半价可以啦，我觉得免费有一点太过分了，半价可以。OK， 那预计也变成趋势啦哈，以后有佳节都给半价优惠。那这样子大家就忘了废除大道收费站的宣言。其实你最后回来问我废除大道收费站这件事情，其实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南北大道 condition 一直处在一个不错的状态，就是因为它有人在很好的维护。那今天废除了大道收费站，那大道就变成由国家来维护，它究竟会是提升还是会变差？这个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这个要丢很多 budget， 丢很多心力去做嘞。那究竟能不能做好？会不会是变好还是变差？我们先留一个问号。那我们接下来2026年继续观察，大道收费应该还要蛮多年的，所以应该没有这么快啦。最后一点，电召车免税的政策。就是你如果是加 e-hailing 的，你就可以免 road tax。那免 road tax 以及我记得有一个国产销售税，就是让你想要从事电召车，你买车的门槛会比较低，因为你买车注册
做商用注册，然后就直接做电召车嘛。所以你可能它有一个新的 policy， 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已经声明说你是拿来商用注册，然后拿来做电召车。对，然后你就可以省下路税，省下一些国产税、销售税之类的。诶，这样以后如果我要买车，我直接跟车行讲，我的车我要拿去做电召车，可以不可以？啊，它只限国产车、新车啦哈。那你可能要买 Proton X70，你讲你要去做E-hailing，然后你就省下一些 tax， 可以不可以？我不知道，我觉得它会有漏洞，可是我觉得政府应该会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要看怎么把漏洞补起来。诶，你这辆车注册了做电召车，可是你实际有拿去载客多少啊？那政府就跟你算，因为电召车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保险是比较贵的，所以究竟是不是一个填漏洞的方式，这个我不确定哦。所以再来讲免除路税啦。目前我们的国产车的路税讲这也是1500cc、1300cc 以及1000cc 的车子居多吧？到底这个省多少嘞？因为1.5 L 的车，其实你的路税也才90块啊，他就给你省90块咯。啊，你可能对于电召车司机来说，确实你一天可能就没有，你就少做4单生意嘛，5单生意 something like that，OK， 可能这是一个优惠啦，它这个优惠总是好的啦，就是鼓励更多电召车司机，因为大家总是喜欢说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政策就是差最后1里路嘛，电召车就是最后1里路的这个亡羊补牢的一个方法嘛，是不是？那只是电召车司机最近我觉得我有在看到一些讨论有在讲那个平台把收费变高了，然后电召车司机的这个盈利降低了，所以对我这件事，最近也是有很多新的平台进来了哦，有新的 Bolt， 有 Maxim， 希望这个随着竞争变得激烈，那价钱也让消费者越来越能够使用起来更亲民啦。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很关键，这个非常关键，这个政策呢一颁布下来有钱的朋友们就非常不爽的，因为大家要知道，你在路上有时你看到的超跑，不管是法拉利、兰博基尼、McLaren 还是什么的，车牌是什么？车牌是 KAV 是谁的牌？其实就是朗高威的牌。朗高威把车子注册朗高威的车牌有什么好处呢？很简单，它是有一点类似外岛免税计划。大家去朗高威最喜欢做什么事情？买免税的巧克力，买免税的啤酒。所以马来西亚半岛不少法拉利、兰博基尼、McLaren 这些超跑非常几百万的车子的车主都喜欢把他们的车注册在朗高威。那你说注册在朗高威，然后嫁来半岛可以吗？可以，但是政府只规定给你3个月。为什么？因为所谓的这个3个月的宽松期，就是你的保养期限。你的车要拿进来半岛做保养，我1年给你3个月。所以有些朋友就喜欢买4辆超跑在岛上轮流拿出来驾，甚至有专业的团队负责管理这个业务，就是帮你加进去，帮你加出来。你想一辆车，我们刚才讲 excise duty 差不多300% 嘛，你少了300% 的 tax， 你原本一辆 Lamborghini 可能100万，然后你加了 tax 可能变300万、400万，然后你放在朗高威上面，你只需要100万，所以你就跟别人买4辆轮流驾进马来西亚来，你就会很 happy， 是不是？可是今天这个免税政策只限于300千以下的车子咯，所以表示说，所有我们刚刚听到那些百万的超跑，全部都不适用了。你买100万的超跑，你原本在马来西亚半岛价，你要付300多万，现在不能了。有钱的朋友们其实是有一点伤害的，就原本政府是课不到这个税的，因为给他免税嘛。可是今天政府要把这个税课回来了哦，所以感谢有钱的朋友们，如果要买超跑，税要缴齐它哦。OK， 那以上就是这次2026年财政预算案所公布的一些资讯啊。至于详细会怎么落实起来会怎么执行，还有什么细节会在之后补充下去，现在我们要去确切的讲这些资讯，真的是言之过早了。因为大家始终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的95燃油补贴计划真的是讲了整10年的事情了，可是一直到2025年才真正落实下来。然后它落实的方法也是一个从未讨论过的一个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蛮有用的，因为它真的是有效杜绝了很多就是走私啊、滥用啊什么的。之后我相信这个300公升还会再做调整，那我们也再观察看看啊。至于我之所以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它所公布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有可以被讨论以及被驳回的空间的。就是如果也有一些民怨啊，觉得啊，可能太多人觉得，朗高威不应该只给300千，大家都觉得应该给200万以上啊，那可能他就会把这个东西驳回。但是想必这个人数应该没有这么多啦，我们那种死穷鬼买的车子就是V8仔啊。格里萨啊，是不是？那他给我们这些死穷鬼一般的好处就是，旧车报废，你的旧车去估一个2-3千块，你可以拿多一个2-3千块，是不是东西就变得有点香了呢？还有什么电动车免税，这个东西呀，这个我也还在好奇，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经是斩钉截铁，这个东西没有得讨论了的，或者是他到年尾可能又在变出一个什么戏法来，这个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再延期？这个不懂，这个看政府的立场如何。那第二件事就是政府之前是预计说，到了2025年，全国要有预估1万个充电桩，当时的计划是这样子嘛？可是到目前为止哦，我们这个进度是远远落后的，远远落后。截至目前为止看到多数数据上说，2023年只有1200多个。我说它目前有3000多4000个啦，其实也真是远远落后了。我们以前都会说，电动车是全球现在的主要趋势。现在的这个主要趋势，你有发现到吗？我讲中国新能源车已经把 PHEV 涵括在内了，然后全球的现在汽车趋势已经变成 Hybrid 跟 PHEV 重返江湖。因为回到现实的点HEV 跟 PHEV 是你无需烦恼的，你不用管 Highway 有多少个充电站，你也不用太担心现在燃油价格去掉多少钱，你拿不拿得到补贴，因为你的车本身就已经省油了，你也不用担心说你家有没有太阳能电板，你家能不能充电。那油电车的好处就是它是万用的，它虽然没有电动车那么省，可是它就走了一个非常折中的方式，去妥协，去给消费者一个最方便、最有效率，同时里程看起来也非常不错的一个选项。所以政府还有没有动机，还有没有这个渴望跟当年一样去鼓励推电动车，还是他觉得说，现在整个大趋势已经去了，没有必要再鼓励推电动车了，反而转型重新补贴油电车，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更喵这个我们不知道，目前没有提到这件事情，目前只是说电动车的免税。拜拜，哈尼mun结束。这是我们针对这次财政预算案做的一些简单的整理跟分析啦。那事实上如何，我们今年年底或者是到了2026年再继续怎么调整这些财政预算案，这些我们到时候才知道。那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也不要忘了subscribe我们圈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